我睡得挺香。我不是在博物馆吗？这是哪儿？你看睡迷糊了吧？我竟然穿越成武朝叠探，奉命冒充琅琊王氏，前往京都刺探军情，可刚一越界，就被抓了个正着。这到底是什么天崩开局啊！你们这些武朝贼子给我听好了，等越境入我朝，谁是你们的内应，是何身份，身在何处，如实招来，否则免除一死。我不是。废话少说，我们武朝谍探宁死不屈，来吧！不是吧，哥们儿，如此痛快的自报家门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真杀呀！哼，闹在我们手里，你以为跟你闹着玩呢？来吧，杀了我一个，还有千千万万个我，待我武朝铁骑南下，定诛杀尔等，为我报仇雪恨。我怎么办？我该不会刚转过来就死了吧？你也想和他们两个一样？镇定，冷静。对了，我不是还有琅琊王氏的假身份吗？师长，这些武朝贼子嘴硬的很，何必从中浪费时间呢？也罢，杀了吧。住手！我乃琅琊王氏，动武者诛之！动武者诛之！琅琊王氏延续了1000多年，枝脉繁杂，除了数十位皇后和宰相，与当今皇上萧氏共天下，世家门阀之首，实实在在的贵族。现在只有冒充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抢回一条命。你他娘的还真敢编！就你这手算样，再过8辈子，也腾升不到王家。哼！我知道尔等以貌取人，我这身衣服乃是这些武朝贼子在挟持我之后，为别人耳目强行给我换的。你们若想被全族抄斩，就尽管来啊，来啊！信他的鬼话！就算真是琅琊王氏，也不能随意灭人全族。明显是刁民冒充。想不到这粗汉还有这本事，幸好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为了当细作，对当时局势有些了解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陵上见贵，谓之恶逆？不行，我得再拿出点气势来。恶逆者，杀其身，诛其家，没其财。我家世代华胄，家书在朝中，任散骑常侍，皇散之职，故须人门皆美。我若出事，必上打天听。你们还觉得我在开玩笑吗？啊！师长，我朝确有律法，卑与尊斗皆为贼。要不然，你说你是琅琊王氏，姓名？听好了啊！本公子姓王，名杨，字之言，取自诗篇“子之清扬，扬且之言也”。寻常人大字不识，会取如此姓名？那你为何在边境与武朝贼子为伍？我奉家书之命，前往边境调查武朝谍探一案。你们若是继续刨根问底，恐怕担不起你日后被灭口的代价。公子且慢，我们只是当兵，不知其他的，你只需要拿出凭证即可。这有困难啊！司马，根据记忆，这一次的事件跟之前的古代差不多，都有5姓7望之说。还好，之前研究古诗文的时候，觉得王氏的天师符印好看，就记下来了。
这画的什么呀？哼，此乃天师道正宗的通光符。你不知琅琊王氏世传天师道，你若不信，尽管去查。哼，有戏，看我给你添把火！被抓捕之前，我曾听闻他们用狐语交流。公子会狐语？嘘 ，just so so。什么走了？你们可知他脖子上印记为何物？胎记而已啊！糊涂！此乃五朝叠碳密印，乃太阳标识。五朝胡人自古崇拜日月，曾有古书记载：单于朝出营，拜日之始生，夕拜月。你连这都不知道，怎么当上师长的？兄弟这话接得好啊！来！五朝细作入境者多，人员复杂，互不相识，为便于行动，就会印上此等印记，确认身份。若几人同行，则有印者为主，无印者为从。你可知每年有多少细作入京，又发展了多少下线，就连那军中都有内应。不然我一见面就向你们揭发了，何苦等到现在啊？师长，我看这位王公子不像是假的。你言之凿凿，可敢随我一同去见队主和文书？微末小吏，岂配本公子相见？你现在去告诉他，我就在这儿，让他滚过来见我。哎，那个公子，稍作休息，小的给你弄点水。快去！希望队主文书好忽悠，我可不想英年早逝啊！什么？你们抓了琅琊王氏？好像是，他还说其家书是散骑常侍。你知不知道这是要掉脑袋的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带我去见那位公子！等等，你确定他所言的家书是散骑常侍？应该是，官名太过于绕口，小人也没记清楚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倒是快说呀！你想气死我呀！此人是假冒的。你确定？这可关系到琅琊王氏，若出意外，我们都得掉脑袋。我刚从州府回来，现在的散骑常侍是南平王兼骁骑将军李锐，根本就不是琅琊王氏。你肯定？肯定。前段时日，我朝丢了燕云6郡，五朝兵锋直至京都，朝廷有了迁都之意。南平王陪同太子殿下于南郡审视地势，我从中府离开时远远见了一眼。好啊，此人好大的胆子！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将其拆穿问罪。莫非假身份这么快就穿帮了？五朝做的假身份能不能靠谱点儿？大胆，见到队主还不行礼！放肆，你也敢？让本公子给你行礼？哼，真的莫慌！此乃我营队主和文书。微末小吏罢了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哪家士大夫到了呢。就算是尚书台的令史到了，也受不起我这份礼。你个芝麻绿豆般的小官，也敢这样同我说话？公子好大的口气呀！好，不过也对，令书贵为散骑常侍，为尚书、中书、门下、秘书、集书5省之一首脑，自然目下无尘呢。不好，先前为了镇住师长，一着急说出如此醒目的官职，他们必定是查到其姓名了。
自然目下无尘呐。放哥，你个微末小吏，也敢嘲讽我叔父不是散骑常侍？哦，你叔父不是散骑常侍？哼，我家世代衣冠，自可平流进取，坐至公卿，用得着锱铢官位大侠？不是散骑常侍又如何？你们谁说我二叔是散骑常侍的？谁？我记得你说的就是什么？我明明说了，我叔父是散骑侍郎，侍郎。你夸大官职是何居心啊？侍郎之阵位多人杂，我就不信你们全都门清。你记事文书应该知道，栽赃污蔑士族，该当何罪？斩首。还不快说呀！这小人确实没记牢啊。当时李七也在场，兴许他还记得。回大人，小人听到公子说的是散骑侍郎。我操！难道他记错了？还是说他真以为我是琅琊王氏啊？你真记清楚了？千真万确。小人还心想，散骑倒是听说过，这个侍郎是何官职？公子息怒，此兹事体大，下官不敢马虎。小人南郡之江军营文书，不知贵人身份，言辞不当，多有冒犯，还望贵人海涵。不必，你们二人呐，也是职责所在，本公子不再追究便是。那敢问王公子，为何与五朝贼子在一起？为何与五朝贼子在一起？此事关系到五朝谍探和军中奸佞，你们确定要听？不敢不敢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给公子拿酒菜来。你别走。军中环境本就简陋，本公子可以不在意，但你们二人作为军中掌事之人，莫非不知道世数天格，不杂作？是我等无礼了。来人，赶紧给公子重新安排营帐，好生伺候。就他伺候就行。公子，军中事务繁杂，有事您派人吩咐就是。那我等就先行告退。哎呀，总算是打发走了，得好好规划这以后的生活了。你做事能不能靠点谱？这小子看样子真有可能是琅琊王氏，你想死别拉着我呀！我以为他叔父是散骑常侍，没想到是散骑侍郎。我听说有位侍郎就是来自琅琊王氏，说不准那位大人就是他家叔。那你说会不会是他在哪儿听到的消息，故意蒙事？不会，平流进取，坐至公卿，世数天格不杂作，这种话一般人编不出来。而且万一他是真的，得罪了琅琊王氏，咱们可就……你倒是说呀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？其一，按照正常流程上报；其二，派人去打探消息，再行验证。还验证？还验证？那就只能上报了。队主，这可是琅琊王氏，几辈子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啊！你我二人出身贫寒，混到死也就这样了。可若是攀上这样的高枝，可问题是人家看得上咱们吗？平常定然是看不上，可是现在他落了难。常言道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你看那李七，
那不就是个营中的老兵吗？无非就是帮着说了几句话，就得到了王公子的器重了。我听说南郡城内就有个琅琊王氏，平时拜访的人多如牛毛。咱们把人送去，只要敲定他就是王家的人，咱们进了王家，那日后何愁前途啊？你说，要是那小子不去怎么办？既然贾僧不敢见真佛，那就更简单了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公子请解牙。用盐？对的，公子，这是队主特意吩咐，要不这么紧俏的东西，岂不浪费了？有杨柳枝吗？营中没有，不知公子要树枝做甚？臣脚齿木，你们不用杨柳枝刷牙呀？原来如此，多谢公子提示。等我回家，便说给丫头听。那你们用什么刷牙？我们用手指。开齿。对对对，有这种说法。公子见谅啊，营中简陋，就这鱼干啊，还是我们队主的存货，偶尔他才吃一个。还有这个鸡蛋是文叔昨晚带回来的，这个粥是用的大麦，平日里我们都喝碾碎的薄粥，您这一餐抵我们好几个人的口粮。以前怎么没觉得鱼腥味和血腥味那么相似？这鱼跟蛋就给你吃吧。小人不敢。哎，本公子赏你的，不可拒绝。谢公子。为何不吃啊？莫非有毒？哎，不，公子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带回家给我女儿吃。哎呀，昨夜公子睡得如何呀？凑合吧。公子，营中条件极为简陋，时间长了您肯定住不惯。这南郡城中便有琅琊王氏，与您同源，按年龄是您的长辈，不如我们今日就送您前去。我操，送去不就露馅了吗？公子，看来只能先把当下忽悠过去，之后再找机会闪人了。你们二位有此心甚好，待我与长辈相认之后，定不会亏待尔等。那我等就先行谢过公子。队主，请公子写名字。取纸笔来。莫不是被我的字给镇住了？看来上一世研究10几年字帖没白灵啊。文书有什么不对吗？从公子所写来看，是通晓文艺之士，只是这字为何写得如此一般？你说啥？就是一般，非常一般。难道是我不会欣赏？知道就好，立刻收拾启程，切莫耽误时辰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武朝做的假身份能行吗？确定是这家，未免太过普通了吧？队主，这您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叫大隐隐于市，明氏啊就喜欢这调调。不过可别小瞧了这家主人，我可听说他名为王泰，先祖曾官拜司徒，他姐姐是梁郡王的王妃。那谁去敲门？
我等南郡城外军营。哎，对，就这样，千万别理会我们。究竟何事啊？我等护送琅琊王公子至此，特来拜问同宗。此乃名次。等人。哎，敢问小哥，你家主人怎么说？不知。不知？你名次递上去了吗？哼！这娘贼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，好大的谱！这可是琅琊王氏，别说是咱们，就算是县令来了，没得允许，也不敢贸然进门。现在咋办？等着吧。哎，他娘的，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难道说这小子是假的？未必，若是假的，定会派人出来抓捕送官。我猜啊，他身份多半是真的。不过大族之内支脉繁杂，荣辱高低天悬地殊，见了名次还如此冷落，多半呀不是什么高知，就能把眼下情况解释得通了。那咱们岂不是白忙活？看来王太定是觉得我乃王氏破落户，那就好办了。王太，我敬你是长辈，以礼相待，没想到你竟如此傲慢，见我家不得势，便如此冷漠，焉知我日后不能一飞冲天啊！不信拉倒，来人，返城。咋办？难不成咱们还要把他带回去，好吃好喝供着？那就只能把他扔在这儿了，反正他身份是真的。看，好，公子，看来今日公子见不到你族中长辈了。那日后有机会，我们再陪公子上门拜访。告辞。李琦，李琦，本队主放你几天假，回去看看丫头啊。多谢队主。哎，你别走啊！哎呦，终于自由了。公子，李琦，身上可有钱财，借本公子点儿，日后啊肯定还。公子，小人身上就有30几文钱，若公子不嫌弃，就到小人家中先住下。妈呀，那我之后这住宿吃食可都得交给你了。小人竭尽所能照料公子。我操，这都吓不走，你还真的？阿五，阿五，丫头，爹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下个月才能见到你。等等，快行礼，叫王公子。见过王公子。公子请坐。女孩子为何叫阿五？公子见谅，小人不是要刻意隐瞒，我家丫头是双五儿。什么？公子息怒，若是公子有忌讳，我这就带公子寻别的住处。等等，何为双五儿啊？公子没听过吗？就是5月5日生的。哦，5月5不娶子。他们都说我生来带邪祟，公子若是忌讳，无稽之谈。本公子生辰还是7月半呢，不照样是琅琊王氏？公子真的不介意？当然。姑娘，你记住，不必在意他人，但你日后功成名就，自有大儒为你辩经。我就说公子出身尊贵，跟平常人不一样。丫头，给公子做一些吃食。是要准备好吃的吗？当然，公子是贵客。好。怎么不见阿五的娘啊？
阿武他娘嫌弃阿武是个双无子，坚决要把他赶出家门。我不同意，我跟他大吵一架，当时没忍住就动了手，后来就和离了。他脸上的灰跟头发，公子有所不知，南郡这些年常有妇孺失踪之事发生。我常年在兵营，阿武这样，也是为了掩人耳目。爹，来帮我端饭呀！哎，好，公子先歇息会儿。人呢？给我滚出来！难道王氏是查到我身份是假的，带人来抓了？三爷，回来了，怎么不说一声？三爷，小人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给您请安。把钱还了，再请安也来得及。三爷，这钱是那女人借的，我一分没见着，她就跑了。况且我们已经和离了。我可不管你是和离也好，休妻也罢，妻债夫还，天经地义。要不还钱，要不拿你的女儿抵债，你选一样吧。三爷，三爷开恩，三爷开恩呐！三爷，三爷开恩，三爷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那担保书是那女的骗我签的。三爷，三爷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那个女人嫁给了一个大商人，他们住在京都，肯定有钱还你的。三爷，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，三爷。三爷，你看看你，搞得我好像是恶霸一样。整个南郡谁不知道我三爷是最讲规矩的人？你是担保人，你的女儿是压债人呐。我要是给你开了这个口子，那我以后还怎么做生意？三爷，可我真没钱，要不你把我这房子拿去吧。呸！就你这破房子，白给我也不会要。行了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抓紧时间跟他最后说几句话吧。三爷，你别啊，三爷，三爷，你别把我女儿抓走，三爷，你快限我些日子，我一定还你钱，三爷，求你了。给脸不要脸！三爷，我还你钱，三爷。五儿，放开我爹爹！五儿，还没想到你这妮子还有几分胆色，可惜了呀！带走。五儿，放开我！你放开！住手！花公子，救救好我！本公子从不欠人情，你在我危难之际对我献出援手，这2天又对我服侍的不错，本公子本想赏你个对主当保。小人不求对主，只求公子保住阿武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去帮你拼一次。人生在世，全靠演技，拼了！还不松手？谢公子，阿武。看座。怎么，还要本公子请你？对主虽官职不高，但也是军中武职，年纪轻轻，衣着普通，竟还如此海口，看力气如此恭敬，我不成，这是哪家落来的贵公子？错就算了，敢问公子名讳？这次落难有意思，发现了很多之前听都没听说过的事，就连这种阿猫阿狗也敢直呼本公子名讳了。你他是谁呀？敢这么跟我们三爷说话？果然跟我猜的一样，江湖越老，胆子越小。不敢动手，可就别怪哥们儿得寸进尺了。
李希，把这骂娘的杀了！我娘乃京都谢氏，乳母者死，杀人的事就算到我头上，就算是闹到陛下面前，我也不怕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王谢就是此方世界最名贵的2个姓。哼，还不动手！领命。公子，小人小的没记住你名字，饶命啊！三爷，三爷，主！听这小子口气，多半是个权势通天的大人物。若真见了天，惹起李琦凶行乱杀，这小子事后再弄个自卫杀人，得不偿失。眼下最好先忍着这口气，打探这小子的虚实。公子，闹大了呀！我乃南郡杜氏，虽然比不上京都的豪门，也算是高粱华胄，没有一句话就杀人的道理吧？杜氏，穷乡僻壤之境，也敢自称贵族？这小子真有通天背景，一群混账东西，还不给这位公子认罪！求公子饶命，小的永远不是东山。话都说出去了，没台阶下去食言，岂不是自拆身份啊？公子，要不饶他们一命吧？也不是小人胆小，只是小人杀了人判刑，阿武怎么办？公子，你长这么好看，一定不会杀人吧？好家伙，你们父女俩不去捧哏太可惜了。好不好看跟杀不杀人有什么关系啊？长得好看都是好人，好人肯定不会杀人，坏人长得丑，他们才杀人。好好，既然我像好人，那便不杀。李希，收刀。是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南郡杜氏见过公子，虽然我不知道公子的背景是怎么来的，也不想得罪你，可这欠债还钱那是天经地义，就算是京都的贵族，也不能横插一脚，您说对吗？不就是钱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现在多少13200钱。根本没那么多。是之前没那么多，但是你一直不还呐，啊？这1月1分利。白纸黑字的契约，清清楚楚。难道我会讹你这点小钱不成？这契约是那婆家偷换的。别吵了，不就是钱吗？3天之后，接我的人就到了，我替他还。公子一句话就让我等3日，凭什么？琅琊王氏，这4个字够吗？琅琊王氏，没错，这就是琅琊王氏的公子，叔叔官拜散骑侍郎。是娘妃如此大人物，怎么在李琦家？不可能啊！南郡只有一个琅琊王氏，他姓王名泰，年39，这公子年纪轻轻。击鼓成堂，踊跃用兵，吐蕃成曹，独自行。这是洛生友，果真是京都贵族。知道就好。还好这具身体作为五朝叠榻，学习了景朝京都的口音，不然还真唬不出来。公子高雅，可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矩，延后还钱可以，不知王公子可敢签字画押？怎么不敢签字画押？1个月1分利，果然是高利贷啊！
五笔墨一拟，如何签字画押？简单。公子，请吧。公子还需写上年龄。这点小钱，何必写上年龄？那就不打扰公子。撤。公子，从今日起，就是我们家恩人。公子，阿武知道错了，阿武不应该舍不得驹麻油，阿武明早就给你做好吃的。时辰不早了，阿武，你先回去歇歇，我跟你爹有话要说。是。这件事，你预谋多久？公子何意？你当我傻吗？契约上的时间到今天正好1年，我不信你不知道杜三爷今天会来讨债，难怪那天在王宅门口，文书跟队主躲我跟躲什么似的，而你却这么殷勤带我回家。公子恕罪，公子恕罪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小人是担心杜三爷上门讨债，但我是真心的想帮公子，没有半点算计的心思，只想借公子的身份吓退杜三爷，去京都找那女人要钱，或者可以宽限我些日子，给他筹钱。但你没想到他不给琅琊王氏的面子，更没想到我会帮你还钱。是，公子放心，我定会还公子的钱。还？我也没钱，拿什么还？什么？之前只是缓兵之计罢了。等天亮，公子便可离开，小人定不会连累公子。我走了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跟他们鱼死网破啊？那你死了，阿武呢？求公子带阿武一起走，小人欠公子的，下辈子当牛做马，也报答公子。你这样就能骗得过阿武？就算骗得了阿武，这杜三爷出身于南郡名门，他敢干放贷抢人之事，想必背后关系一定很深厚。只要他联合官员四处设卡，我跟阿武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难道就没别的办法了？都怪小人害了公子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你我只能分工合作。你管着阿武，我来出钱。离开你家，我上哪吃住啊？正好这几日想办法搞点钱，安身立命。武朝也是，安排谍探不派人接应，办的这什么事儿？公子仁义，王公子真是个好人。公子醒得正好，吃饭吧。你的头发不丑吧？公子，昨天晚上丫头说要给你做好吃的，今天一大早就把头发卖了。这个时代可是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一句好吃的就要付出这般代价。公子为何不动筷？是这些饭菜不合胃口吗？哎呀，起得太早，没什么食欲。无妨，中午我再给公子热一热。我不必。南郡城中可有郡学？有2家，一般不都应该是一家吗？小人之前跟队主去城里办事的时候听说过，一个是南郡本地的地方郡府，是由祭酒刘昭刘大人负责；
另一个是南郡王的郡王学府，是由祭酒柳旦柳大人负责。那他们治何经典？这个小的，我知道，我们村里的读书人说过，柳大人治今上文，柳大人治古上文，两家常因今古上文立意不同，论经辩道。若是记忆没错，上文便是45经之类的东西。公子是想到赚钱的法子了？有些眉目。1万多钱，很多吗？我很少出门，家中钱财啊都是由管家支配。公子果然出身高贵，1万多钱对于我们这样的老百姓还是很多的，对于那些大家人不值一提。就算南郡城里那宽敞点的宅子，也卖2、3万。那就好吧。哎，现在家中能筹出多少钱？1000钱左右。给我做个2000钱，我要买件衣服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既然冒充的是贵族，总不能一直穿这种衣服吧？买衣服？舍不得。公子见谅，家女不懂事，一会儿就教训她。公子放心，昨天晚上你救了阿武的命，小的就是把家里全都搜出来，也给公子凑齐了。我不想办法还钱，反而讨你们要钱买衣服，你不生气吗？这钱本就不是公子欠的，公子仁义出手相助，我为何要气？而且我觉得，公子要钱定与凑钱有关。父亲教导过我，说要有付出才有回报。你倒是聪明。不过，你就没想过我是来你家骗钱的吗？不会吧，公子本事大，可千万别骗我们钱啊！逗你的。李欣，准备出门。公子，我就凑了1800钱。够了。对了，公子能带我去吗？丫头，别胡闹。这次是出门办事，但你多有不便，等我们回来给你带糖吃。真的吗？掌柜的，我来给我家公子挑件衣服，给我推荐。下人随身的随从都随身携带兵刃，莫非是外来的贵公子？大买卖呀！这边请。你看这件，这件衣服是用蜀锦定做的，价格5000钱。蜀锦就算了，我家公子喜欢简单点。还蜀锦？你怎么不说说我的命呢？好，这边来啊。这件如何？样式简单，用的是仅次于锦的绫做的，价格4200钱。太花哨了。我家公子喜欢素雅的。素雅的？这边来。你看这件，纯色的罗纱，用的是蚕丝料，价格3000钱。有再素点的吗？再素，这可只有麻了啊。麻也不是不行，我家公子不喜欢太夸张的。是不喜欢还是买不起呀？你家公子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啊？最便宜的。再便宜也不能买出麻布啊，毕竟是士族嘛。原来是破落户啊，不早说。那就这件吧。这不是也跟刚才那件蚕丝的差不多吗？就是款式不太一样。客官有所不知，这是仿戏革，是我们1楼自己仿的，不是行家根本看不出来。我操，假贵族配假名牌，听起来还挺合理。多少钱？ 2000钱。
一仙，掌柜的，做生意就得有商有量，是不是？你这衣服若是不重卖，也不可能放到最里面。咱俩各退一步，1千5。不卖，哎呀，不卖。等等，此刀乃南郡做部造的环手刀，压在这儿，抵500钱如何？3日后我来取。不是，南郡不招，你当兵蛋？士族卖刀乃是死罪，我不想活了，你就说允还是不允？哼！话说明白，3日后若没来取刀，此刀可就归我了。好，口说无凭，敢立字据吗？立就立。好，爽快，来。可以了吗？哎，可以可以。哎，来，衣服给您啊，拿好了。二位慢走啊！来，走一走，看一看啊。哎，公子，咱们现在就只剩300钱了。其实啊，你不用赊刀的，就算不买这身衣服，我也有办法。小人虽然不知道公子想干什么，但小人觉得公子胸有妙计，3日后若筹不到钱，小人还是要跟杜三爷的人拼命，反正都是死，不如陪公子赌一把。以后你在我面前不必称小人了，你我兄弟相称如何？尊卑有别，小人不敢。好吧，那以后在外人面前便是主仆，但私下是兄弟，如何？这，你都敢把全部身家压在我身上，没有这点胆量？遵命。公子果然非同常人呐，说不定真有办法筹钱。哎，四娘子来了！快，再慢就来不及了！再慢就来不及了！哇，我突然有个挣钱的办法！待会儿我走过去的时候，你就朝那只马扔石子，让马受惊撞我。哎，保我啊！千万别让那只马给我撞死了！公子，你这是想讹人，不好吧？哎呀，谁叫咱没钱呢？这个办法赔得多。这不好吧？你也不想你女儿被人带走吧？就这么干。银子，我来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这招早就有人用过了。你拉我家公子作甚？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南郡陈家那小子跟你一样，换了身衣服去碰车，结果呢，腿被打折了不说，走了关，在牢里啊待了7、8日呢。这么严重？那可是谢家四娘子的车，莫说旁人，就连我这南郡别驾之子的身份也不得靠前。想给他送封信，2个月了都还没送出去呢。谢家四娘子是谁啊？还在这儿装是吧？啊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，又是拉你，又是告知你内幕的。这小子倒是个直肠子，南郡别驾也算官位不低，说不定还能回我点钱。你若想去啊，那便去。哎，兄弟别生气啊，我是个外地人，是同人打赌输了才来的。若不是你提醒我，我就吃大亏了。待会儿我请你喝酒。公子，本来咱们钱就不够，你还要再请客。算了，公子本意是好心，筹不到钱，大不了跟杜三爷鱼死网破，不能再连累公子了。哎呀，这破地儿能有什么好吃的？要不是这儿占着地利啊，待会儿能瞧见谢四娘子买完胭脂上车，是来这儿蹲着。待会儿瞧完谢家四娘子，我请你去聚鼎相吃。哎，对了，还未介绍，在下南郡岳庞，字子高。在下琅琊王阳，字之言。琅琊王氏，王太师你什么人？同宗而已。话说，这谢家四娘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琅琊王氏，居然不知道谢家四娘子风采？你不住在京城啊？在下是王氏远支叔叔，住不上京都的宅子。原来如此。
兄弟，你如此直白，我便同你说说。谢家四娘子是宰相之女，姿容绝丽，才韵无双。同原上将军之女陈青山，号称文武双绝。可惜啊，4年前陈将军被斩首，陈青山下落不明。若不是朝廷有意迁都到南郡，我等又岂能见到宰相之女？出来了，又出来了！来了，四娘子来了！护卫马车，娘子马上就要出来了。是。排场这么大，这次谢四娘子不知何时返回京都，我这封信啊，怕是永远也送不到她手上了。你就不能把信送到他家呀？你以为就你能想得到啊？南郡不知道多少人在谢府门口盯着呢，用纸鸢传信，更有甚者当街拦车。可是呢，连婢女护卫那关都过不了，而且就算送到了，人家也不一定会看。我倒有办法让他不得不看。我去，吹牛！真的？当然，不过帮你把事办了，我也有事相求。囊中羞涩，想向你借2000钱。放心，我日后一定还。你要能做到，莫说2000钱，我给你3000钱做报酬。挣钱这么简单？这钱我是一定会还的，你我萍水相逢，先前拉住我，避免我惹下大祸，此情本应报答。奈何虎落平阳，如今送信不过举手之劳，何谈报酬？我们既讲人情，就不谈价钱。若不是我着急用钱，定不会向兄台开口。说得好，烦请王兄指点。把信拿出来，给我一看。不太方便吧？不知内容，我如何定计啊？放心，就算你内容出格，我也不会嘲笑你的。风起酒半消，柳垂复柳摇。好花成青露，长洲待晚潮。莺啼远相唤，快步过窄桥。不贪芳草碧，先尝紫葡萄。你千方百计送信，就是为了送这首吟诗？什么？这是我表兄所写的山水诗啊，说是以景喻情，以表我咸和旷野之风度，哪里吟了？你这除了第一句，就没有一个正经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那我问你，何为花？何为柳？舟为何是长舟？桥它又为何是窄桥？莺啼是什么？芳草又是什么？又露又潮，快步尝葡萄到底是什么？你就没有仔细想过？老子撕了他的皮！公子息怒，不送信了？对，办正事要紧。可是这信没了，还怎么送啊？简单，向店家借纸笔一用。好。谢四娘子，这钱就靠你赚了。又是诗，怎么是7言？不都是5言吗？你小子不会是坑我吧？放心，只管好好配合我。走。娘子，这6月的黄梅天可真是太让人糟心了，这转眼间就暴雨如注了。咱们先在车上避一避。那我们在此便先歇息一下吧。娘子，想不到您在南郡还有如此多的追求者啊！不过是些胸无点墨、贪图美色之徒，有何喜？朝廷迁都之意愈浓，太子和李将军考察南郡，南郡王不满封地备战，想裁撤南郡地方郡学，打压太子门下的经上文一脉示威。连身为女子的我都知道想办法帮忙，这些人身为男子，却整日无所事事。娘子，在这件事情上，你已经很尽力了，
就算老爷在这儿，也不会怪您的，尽力而为即可。我既在此，当然要管到底。看不见呢，让，结果，南郡月旁问谢四娘子安。王兄，这招早就有人用过了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哦，还不棍棒打退，愣着做甚？小事。此事对了，岂不是拿不到钱了？拼了！我家公子是来还钱的。谢氏一官之家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莫非要当街打人不成？棍棒尚未及身，何谓打人？猛虎欲伤人，爪牙尚未及身，莫非被追之人不能喊猛虎伤人否？好奸猾的小厮！既是还钱，应当去府上头次通明，说明缘由，岂有当街拦车私相授受之理啊？不愧是名门丫鬟啊！哼！娘子不收私信，是以头次无门，通明无由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今在朗朗乾坤下，通街大道之中，公开问好还债，何谓私相授受？王兄，好文采啊！我家娘子从未借出过钱，何来还债？哎，我什么时候说是我家公子欠你家娘子钱了？此乃是岳氏先祖欠谢氏先祖钱，我家公子代祖还账，还请你家娘子代祖收钱。满口胡言！满口胡言！来人，给我棍棒打退！哎，我有证据。有何证据啊？看书信。此乃信物，谢娘子一看便知。等着。快去买些面粉，去活动后等着。皇兄，这就成了！皇兄妙计啊！哎呀，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准备好随时跑路。啊，娘子，落拓江湖载酒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东山总为苍生起，赢得风流宰相名。杯酒翻酿消沉泪，敲旗惊破北敌心。5万蒲葵能破夏，半晌凉风万载情。谢氏助于氏先祖，卖蒲葵扇5万，其情至今未报。此事追思谢氏先祖，又为余之心气，心中为私一报，望娘子勿辞。南郡月旁，有理有据，莫非真的是替先祖还债的？登徒子，抓起来！娘子吩咐，抓人！走！李谦！我不行了，王兄，我不行了，跑不动了。不过还好，甩掉了。不过他们如此动怒，想必是看了信中内容，误会了。王兄，不管误不误会，你成功帮我把信送出去了，我今天必须要请你喝酒。南郡别驾府，那岂不是假身份就要拆穿了？改日吧，我还有事。等有空了，我再去登门拜访。你别走啊，王兄，你不是还要拿钱吗？我身上只有1贯钱了，待会儿你随我回府里去喝酒，喝完酒再取钱，岂不妙哉？但是我今天确实有点忙，不如让我这侍卫同你去取钱。也可以，王兄，日后你空下来，切记要找我。你这朋友，我交定了。荣幸之至。李谦，你同公子前去取钱，切记，到了岳府，只准在门外等候，切莫冒犯岳府，更不能与他人擅议主家之事。若是遇见先前谢家之人，拔腿就跑，切莫连累了公子。我在城门口等你啊。遵命。王兄，张爷。我儿他有急事出远门了，我带他向你赔礼道来歉。人，给我拿3千文钱出来！哎，爹，嘿嘿，你个丢人现眼的完蛋玩意儿，你还敢回来呀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娘子，就是他。
谢家四娘子，你怎么在我家里啊？你是来看我的吗？你还嬉皮笑脸的呀？你个完蛋玩意儿！你呀！这首诗是谁写的？谢家四娘子竟然找上门来，肯定是记住了那首诗。我若承认是自己写的，岂不是就能让四娘子记住我了？骂名也是赢。我写的。什么？你写的？哎呦，先不说这字儿，你能不能写出来？就你肚子里那些墨水，我还不知道啊！爹，还是最近学写诗颇有长进。长进？哎呦，我让你有长进，我让你有长进！骆驼江湖再久行，楚腰纤细掌中情。你，我要死你！我正听你，这你别喊了，我不行了，爹，那不行，赶紧说。是街道上的路人教我写的，未闻其名。他说能帮我送信，只看了前2行，还不知道人叫什么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儿子呀你！你真气死我了！我这听。岳大人请慢。无妨，岳大人。四娘子为我求情了，这顿打挨得值，皇兄计谋更妙。还敢看？令公子年幼，行事难免适当欠妥，兴许是有人教唆。只要他说出写信之人，就不要再罚他了。你听见没有？还不赶紧说呀！他叫什么？只要他说出写信之人，就不要再罚他了。你听见了没有？还不赶紧说！不行，我不能出卖皇兄。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爹，你要打便打吧。好，我今天就打死你！好，打！好，我今天哎呀，杀人了！哎呀，杀人了！胖儿！哎呀，谢家娘子，真是对不住了啊！您慢走，我会好好教训这小子的。哎，行了，起来，人都走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呀，爹，你这次下手也太狠了！哎呀，我下手几分力你不知道啊？你少在这得了便宜又卖乖。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差点闯了多大的祸？这信先罕乃是谢氏族人，他爹更是那当朝宰辅，你怎么敢惹他的呀？我不就是给人家送封信，想认识一下人家吗？今天我就应该好好的惩罚惩罚你。不过，你这临危不卖勇，临色不辩节，颇有几分古人的君子之风啊。今天算了。不过最近这几天先不要出门，省得让人家谢家人抓到了把柄，听见没有？好。骆驼江湖再久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妙！皇兄，神人啊！我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娘子，怎么了？没事。谢家娘子怎么在岳家？难道岳公子出卖王公子？不行，看来这钱是拿不到了。你就是等钱人？是。我乃南郡别驾府下人，这是我家公子给你的5000钱。5000钱？我家公子有伤，出不了门，特意交代了。你家公子此番帮了他大忙，这5000钱就当是见面礼了。你家公子他日若是有空，记得来府上做客。多谢公子。我家公子真乃神人呐！哦，去把刀赎回来。公子不急，咱们还是先筹钱吧。事情要一件一件办，若是没筹到钱，3日后，
杜三爷命人强抢你女儿，你手无兵刃，如何反抗？公子为何不选择郡王学府？其背后是南郡，想必钱财更为丰厚。柳淡出自河东柳氏，乃是与我琅琊王氏一般的高门贵胄，定高傲排外，不会把我这破落户放在眼里。公子高见，那我先赎道。冯业之一，张府之官，难道是儒生？所谓府士名教，莫先于儒术，儒学根本莫先于五经。想必此方世界的尚书真是研究经学，这就好办了。公子，正好，走吧。请问，来件祭酒。是。回去吧，先生，不见客。我公子乃琅琊王氏，就算是皇族萧氏也不行。好大的口气！这学府之地，续长续贤，不续爵。我这有封书信，反省。我不是信差，古人云：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君子以私，不出其位。公子，他说的啥意思啊？果真是儒学，看我如何教训你这高傲书生。君子成人之美，有福会心，勿闻原籍。借琅琊王氏的牌子，来做说客。什么说客？既不是说客，找祭酒做甚？谈论学问。你还不配？哼。那怎么才算配？闻兄台先前所言，也是读过书的人，那便好办了。我出个问题，你若能答上来，我便帮你送信；你若答不上来，就永远别登郡学大门。请。你若答不上来，就永远别登郡学大门。请。快看，于师兄把人挡了！于师兄，好好教训他，让他们知道我等官学才是南郡官学。古人云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人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是以文为最末之事。可为何又说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，又以文居首位？何以啊？这提出的如此刁钻，看来此人还真有文采在身。想不出来就回去吧。我南郡郡学的大门，不是任何人都能进入。我家公子还没作答，怎知答不上来？难不成他想到天黑，我们也要等他到天黑？你这题目是事先准备好的，本就不公平。我家公子要现想，若是我家公子出题，你一样答不上来。你虽言之有理，可若是我上门拜访他，也可由他出题。有了。你所言前者乃弟子受教后身体力行之顺序，后者乃老师教育弟子之顺序。此乃先王经典，而德自孕育其中。先学文以修行，行修后忠信可存，存忠信之后，弟子自当以修德为本，入孝为悌，爱重亲人。如果这些都做不到，专务于文又有何用？是以四科德行居首，文学最末，然教弟子又当以文为切入。哎，此题还能如此解释？琅琊王氏家学果然不俗。如何？幸受教。幸受教，在下南郡于陵，字子建，敢问兄台名讳？于氏乃南郡高门士族，与岳氏、刘氏、南郡郡王宗室并称南郡四族。出身高贵，难怪高傲。在下琅琊王阳，字直言。敢问王公子叶氏名讳？不足为外人道，不问家族支脉而问授业之师，倒不失书生本色。现在等我代为转交。好，稍等。
自我朝先帝恢复上文国学以来，南郡郡学已历57年，厉害啊！期间虽战乱不断，但南郡学风不坠，蓄育多士，有赖于斯，学问之道不可独霸，经文尚书断不可废，还请王公子斟酌。你听懂那话中之意了吗？公子，我连他说的是什么都没听懂。哦，此番郡学与郡王学府文斗之事，世之女不必自责。郡王学府背后是南郡的郡王，非常人的能力所在。你呀，回去好好休息，不要再费神了。难道师伯想到了什么好法子？我呀，是想联合南郡当地的士族，去面见太子殿下，向他公开陈情。如果能保留郡学，那么我们可以不要州府的资费，自行承担郡学开销。如此行径，岂不是挑明了要与王爷作对？如今朝廷欲迁回南郡，南郡郡主本就对此心生不满。太子殿下虽贵为权贵，但南郡郡主身为宗室长辈，未必会站在郡学这边。此也属无奈之举啊！我也并非想让王爷怎么样，而是刘旦，不管他是为学问之争，还是想赚些官资声誉，我都想让他看看我们南郡士大夫存学续教的决心。师伯放心，我既已察觉此事，定会管到底。好。老师，有人求见。哦，难得你肯通报啊！学生惭愧，有事弟子负其劳，学生只能为老师挡下败絮草包，但此人又真才实学，学生自愧。哦，我早就说过，郡王学府此次是有备而来，恐怕我们挡是挡不住的。师伯，你怎么了？此人现在何处？就在门外。快请他进来。是，切莫怠慢。师伯为何这般激动？他们请的谁来？尚且不知啊，但是如果能回答出心中的问题，我愿意施礼待之啊。师伯当心，这可能是郡王学府的阴谋。如果您现在主动认输了，那南郡郡王就更有理由罢黜郡学了。不如随便找个理由打发他走。不可！学问乃千秋大事，切不可自欺欺人。如果他真能答出信中的问题，我自当俯首，也是生平之幸事啊。这字怎么觉得有点熟悉？老师，王公子到了。见过刘先生。这声音为何听着耳熟？难道是他？见过刘先生。哦，这么年轻，这信当真是你写的？是。可以，这里的问题你都可以作答。能答。大言不惭。公若不信，尽管试问。好，清明文思安安，你在信中说不机解的不对，那安安何解？放宣清明文思燕燕，宽容不载谓之燕。燕燕，温和也，是古者燕，安逸相通之正，故事名云安燕也。还能有此般解释？书籍当中并未记载啊！等等，此人声音越听越觉得耳熟，还有这字迹。对了，那首诗呢？姑娘不是？我没有，想起来了，先前一气之下将那封信落在乐府里。先生，怠慢了，快请坐。子健，上茶果。先生继续。先生，可还有其他高见？安安本是叠子，如小心翼翼、天网恢恢此类。此意同于燕燕，清明文思安安，意为其清明文思皆本于自然，非勉强得之。
书言安天下之当安，实在谦谦。妙也，妙也。那征民乃利，注释利为米，你在心中斥为不辞，何谓也？征民乃米，不成句子。若引申利为实利，则无此用法。书言西方约容被发表皮，有不利时者矣，改成有不利者矣，可乎？妙，妙啊，实在是妙。那利字应作何解？世伯发问，愈发刁钻，难道此人还能解？妙哉妙哉！那利字应为何解？利乃假借古籍言利，我征民之利字，而利字成也，成定也。所谓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接着说。世伯这般反应，难道此人答对了？皇兄大才，此等问题闻所未闻呐。所谓征民乃利，就是征民乃定的意思。故而古籍作词四字为重民乃定，取其大意言之，联系书中上文，乃曰五谷可食，鸟兽可生，百货可用，此正是安定众民之意，绝非百姓饱食可囊括，是之利绝非米利之意。世伯，此人所言可对否？岂止对否，简直精妙啊！公子训诂学的功夫太深了，颇有古儒遗风。敢问是从何处啊？我有很多老师。我的老师乃是古往历代先贤，的确是很对的。经学讲究一脉相承，常人的拜师学文已实属不易。你是何出身，竟能有如此多的老师？公子出身琅琊王氏。琅琊王氏，怪不得，原来是大家子。琅琊王氏。哎，今日只论学术，不论出身。哎呀，正合我意呀！请，来，请。既然只论学术的话，那就还请王公子秉承学术之公心，切勿以胜负相欺。哎，子介。世伯，于公子言之有理。是，我也是为俊学着想。哎呀，你们两个，我什么时候说要以胜负相欺了？公子虽是受人之托，但也应该……等等，我受谁之托？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。我受谁之托？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公子不是受郡王学府所托？非也非也。我听闻刘先生精言善论，我自来论学，同那郡王学府有何关系？难怪先前更陵在门口刁难，这女子也面带怨色，看来是把我当成郡王学府的人。难道郡王学府跟俊学之间矛盾不小？我就说以公子的家世才华，怎么会如此无礼吗？先前多有得罪，还望公子海涵。不必多礼，既是误会，讲清楚就好了。那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公子。公子方才说诚乃定也，那……哎呀，子介，你三理未通，学问不精，先不要插话。有什么事情先记在心里，等回头为师再给你解答。王公子，请。好，来，王公子继续。古书记，三江既入，震则底定。何谓三江？一者自豫章而下，入于彭蠡，东至于海，为南江；二者自岷山始，经九江汇于彭蠡，已入海，为中江；三者自种东流入汉地，过三山，汇于彭蠡，已入海，为北江。没想到王公子还精地质之学，略懂。的确是略懂而已。敢问姑娘？王公子见谅，这是我好友家的女儿。先生言重，学术之论自有辩解。姑娘既已开口，有何高论？王公子所言水道，大致分为北汉水、中岷江、南豫章江，而这三江皆汇合于彭蠡，有二为一，早不复为三。
可古书语说，为何仍以三江分别入海？公子今才炫博，可立论未免过于糟空。姓韩，我去，不光话中带刺，还懂行啊！姓韩被评价糟空，对于任何学者而言是非常耻辱的事情。世伯勿忧，王公子既出身名门，自心胸宽广，且今日既只论学术，自当以学文辩之。公子，我所言可对？哼，没错。先前没注意立论严谨，看来要给你上强度了。合二为一，为何不能成为三江？江水西来，有三灵之别。好茶者重水味，言三灵相杂而不能欺。是水虽合而味不合之意，则江虽合，亦能分别为三。什么三灵？点出何处？三灵是茶道集经时有的说法，难道这个时代还没有？该不会是编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一时忘了书名。我再给你换个例证：江河河流汇入海，而天下支流万千，其名流数不胜数，既能将其细分，因此我论三江合一，仍称三江，有何不可？有道理啊。即使可以，也不能证明你说的都对。古汉书地理志记，以从吴县南入海者为北江，以芜湖之阳县东入海者为中江，此毗陵东北入海者为南江。此言其穿三江之意，此为确证。你虽别出心说，却无实凭，高下立判。这丫头当真是一点余地也不给人留啊！这妹子厉害啊！不过咱们讨论学术，这火药味那么浓干嘛？我又没招惹你。公子可还有高论？姑娘判得早了些。吾看书所言，皆为东南细小之流，绝非语说。所谓浩浩如海者，若如此，三者为三江，那么还有金口入海之江，水势比那三个小支流要大得多。语说为何舍大说小？公子学识英博，小女子佩服。姑娘过誉了，我不过也是假借他人之说。这女子着实厉害，三江问题聚纵千年，对此论点无数。我若不是综合数家所论，还真拿她没办法。公子大才，不知公子通诗否？还来？略懂一二。我最近得了首诗，还请公子评价。我记得第一句是“落拓江湖，载酒行”。这不是我给月旁写的吗？难道她就是谢家四娘子啊？我这次来郡学是为了演戏赚钱的，可不能搞砸。怎么是七言？四言是正统，五言是流调，七言是俗声。在下不敢闻。王公子当真没听说过这首诗吗？莫非是什么名家之作？是本朝诗人吗？在下对诗词研究甚少。莫非是之前的言论对姑娘有所冒犯？在下在此对姑娘赔个不是。不知道就算了，我也就是随口一问。公子头上怎么有白灰？这兴许是先前进城时不小心擦到了。是我看错了。是他我，好一个谢四娘子，好缜密的心思。不过当时车帘没掀，肯定没看清我的样貌。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呢？哎呀，老夫研究了半辈子的上文，还不知道这些解法。王公子先前所言，实在是让我茅塞顿开。是侄女莫要刁难。王公子，请继续说。我就不听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也先告辞了。王公子，还未聊尽兴，还未用饭，这要走了，岂不是我招待不周啊？子谦，快去安排厨房，是，我要设宴招待王公子。这才对嘛！不，我得推脱一下。要不不必了吧？确实不必。你怎么老拆台呢？怎能不必？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寡闻。今日王公子以上文教我，我定设宴款待。是侄女，你也一块儿留下用饭。
世伯要招待贵客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公子大才，以后有机会定要向你请教作诗。姑娘不必了，我是真不懂作诗。如果是讨论经学的话，那我定当从命。不知王公子可曾听说过王戎？王戎是谁啊？难道也是琅琊王氏的？久仰大名，未曾有幸得见。是吗？告辞。哎，王兄，你与王戎同属琅琊王氏，为何没见过？看来王阳这一脉并不显贵吧？王戎啊，乃前朝首辅六世孙，出身极其高贵。现在呢，又是太子殿下驾前首席智囊，号称我朝第一才子啊！历官之年，便已官拜中书侍郎之位，满朝百官皆视其30岁之内必登宰辅之位。其人呐，常居东宫，达官显贵也难得见其一面。王公子没见过他，也属正常啊。今日啊，我们暂且不论王戎啊，尽快用饭，继续研习学术。行，痛快！直言学识渊博，你我当真是相见恨晚呐。敢问先生，郡学后厨可有甜食啊？直言喜好甜食？非也，我答应了一位朋友，给他带些回去。想不到公子竟还记得，我有口福喽。简单，去后厨准备些甜食。王公子这手势是何意？不好，难道手势不妥？我在南郡也参加过不少的诗会酒局，从未见过如此手势。直言家住义兴，我听闻义兴风俗，饮宴之时以指扣桌，以助弹性，是以诸人静听，可有此事？还有这个说法？这老邓，你可真会给我找台阶啊！先生果然博学，涉猎广泛，但我已离家游学多年，就不谈家事。咱们还是以论上文痛快。且慢，难道被看出什么破绽了？直言你学识渊博，你我相谈甚欢，老夫心里有一点不吐不为快，还望见谅啊！据我所知，琅琊王氏诸多住在京城，方才听直言默许家在义兴，看来也是家道没落的旁支。直言，既在外地留学，不去京城却来南郡，莫不是京中贵族容你不下，或是不愿上门依傍，寄人篱下，看人脸色？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直言若是不嫌，可愿来我郡学？直言切莫误会，我并非因郡学与郡王学府的矛盾，请你做援兵利用，而是学堂之子求才若渴，你一身才华，何不著诗传作？可舍不得你明珠蒙尘呐！莫非王兄是想振兴门楣，走仕途？仕途并非唯一途径。王戎虽号称全才，但以我观之言，你上文才学未必输于王戎，而且你有很多的论断振聋发聩。如果能将你的见解著书，必定流传于世，博得天下学子的青睐，一样可以光耀门楣。先生言重了。谦虚，非我拒绝先生厚爱，只是在下有难事在身，久留郡学，怕是给二位带来祸端呐。何事如此严重？王兄可否告知？我于是在南郡也有些关系，说不定能帮上些忙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欠了13200两的外债，马上就要到还债的日子了。不好！王兄干了什么？怎会欠如此之多的外债？
早已看出你衣着简单，身无玉佩，而且来时并无牛马之车，对饭食也无挑剔。直言，如实告诉我，平日里是否有出仆之习？仆？出仆之习，上至公卿，下至庶民都有好之。偶尔玩几局无伤大雅，但是若成瘾深陷，铸成大错呀！哎呀，先生误会了，我不沾那些。那是谥号女妓长月，在哪儿？不，我没去过。莫不是服食五石散，又或钻研炼丹之道？炼丹药最为烧钱，我听人说，甚至有人为之倾家荡产。五石散就是白送，我也不吃。我就不跟你们兜圈了。其实这钱并非是我借的，只是我一个朋友与我有救命之恩，于是我才替其应承下来。只是这钱还未凑齐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我替你还。多谢先生出手相救。子期，去取钱。这钱算我跟您借，日后一定奉还。不必，钱财事小，学问是大。区10万钱，何足挂齿？要谢也是我替天下学子谢你，赚传世之助呀。哟，这人呢还不禁想啊！我正想去见你，没想到你送上门来了。公子，救阿武！放人。杜三儿，约定的时间可还没到，你便如此迫不及待，怕不是人品有问题啊？死到临头了，在老子面前你装腔作势，老子已经查清楚了，南郡境内除开王太以外，没有第二个琅琊王氏。冒充士族，老子今天抓你去报官，等你入了狱，老子再慢慢的陪你玩。抓人！谁敢？我乃琅琊王氏出身，尔等卑鄙小吏，竟敢污蔑士族，都不要命了吗？把你们南郡知府叫过来，我要让他们看看，到底衙门养了多少酒囊饭袋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他就是一个骗子。哼，那南郡郡学你也查过了？祭酒刘昭，你问过了？郡学？王兄，这是怎么了？一个放债的，八成啊是得了失心疯，怀疑咱们假扮士族，哼，而且啊还叫来了衙役来抓人。听见没有？再不向我家公子认错，就没机会了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已经查清楚了。难道此人也是假的？哼，两人在配合演戏，嘟囔什么呢？今天这个事儿，赶紧给个说法。王兄不必动气，你来南郡游学便是客，这类小事交给我处理便是。怎么，我于是在南郡说话不管用？于公子莫急呀，想要抓人，不问问我是谁？我问了，你没说。小人是南郡底店的主人，姓杜，那又如何？这家人欠债不还，我是来要账的。哼，契约在此，钱我带来了。点点，公子言重了呀。杜三儿，钱就在这儿，数目正好。但你不讲信用，怀疑我等身份的事，该怎么说？王兄，莫非这小子真是外来的琅琊王氏？公子，先前冒昧了，还望你海涵呐。此人也算是地头蛇，若一再相逼，恐生事端。既然拿了钱，赶紧滚吧，以后不许再来找这家人麻烦。哎呀！我大胆的问一句，你和李七是什么关系？跟你何干？公子，你身份高贵，怎么和这种贱民非亲非故？你替他还钱？不对吧？你一个放债的，
有人连本带息把钱还给你，为何还要在乎这钱是谁出的？莫非你想要的并非是钱？公子见笑了，我开门做生意就是想挣钱，只是不想因为这件事儿得罪公子啊。契约留下，拿着钱滚。好，哼，告辞，走。爹，你没事吧？对了，玉兄，先前对我摇头是何用意？王兄有所不知，这南郡杜氏虽比不上我于氏，但杜三爷的事情我还是听说过的。此人的女儿原本是南郡郡王府中的歌女，因有几分姿色，能歌善舞，被南郡郡王收作小妾。这南郡邸店虽是做些上不得台面的放贷生意，但却传闻背后真正的东家是南郡郡王。怪不得杜三儿能差遣衙役。我们可以先这样，然后再那样。哎，三爷，实在不行，咱们用强的吧。没眼力劲儿的蠢货，连南郡于氏、刘氏、郡学都跟那小子有关系。他多半真是外来的琅琊王氏。事已至此，不能蛮干，必须得绕开他们才行。反正南郡周边村落还有别的女子家里欠债，不妨我们先处理那几户人家。哼，我就不相信那二位公子会一直护着他。哼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公子，小人明日就要进军营，望公子日后多多保重。你若回营了，阿武怎么办？我若没猜错，杜三爷肯定会再来找麻烦的。阿武，你可愿意今后跟在我身边？可以吗？你愿意就可以。有这些钱，应该够在南郡租个宅子。公子，这样做恐怕不妥。阿武是兵户之女，我朝律法有规定，她平时不用在军营。如果一旦发生战事，就必须进军营，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哎，这不是还没起战事吗？暂时跟在我身边，也能防止杜三再行手段。放心，我之后会尽快帮你们摆脱兵籍。多谢公子，公子大恩大德，小人此生难报。起来，起来。不用如此麻烦，我于是在郡学旁边就有宅院，空着也是空着，就暂且让他先住下吧。多谢于兄了。多谢于兄。先生，哎呀，不必这么多繁文缛节，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了，快来住书，笔墨伺候。来。妙啊！就是王阳写的这句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绝句啊！上文多方云，我有周围其大戒赖耳。大戒一词，古来难解。然大戒本为一字，上大煞戒，说文解字中记此字，训大戒生。读若盖，凡经传中训大之戒，解其假其字。哎呀，此处则用本字，后人罕见此字，遂误分为大戒二字耳。王可念听四字，书传解此为事无可念，言无可听。今揣上文，为圣往念作狂，为狂客念作圣句。颇宜念听，本为念圣之物，无可念作圣者，此绝不听。然听字，即作圣字，盖听圣古体行进，传写一额。王兄，大才呀！于兄谬赞了。师爷，你自谦了。此书必将流传后世呀。此中很多注解，如重开西境，加会学林之洞见，可上好了此书的名字。此乃后世5000年古文学精髓，能不妙吗？哼！不如
就叫上文指瑕。上文中谬误，譬如白玉微瑕，指瑕者，指出瑕疵也。不妥不妥，此中无上文指瑕者也。那不如叫上文金古文指瑕如何？妥。咱们再接再厉，争取早日著完此书，让它流传于世。还继续？咱都好几天没睡个安稳觉了。时不我待，只争朝夕，岂能贪睡忘事呀？那我也不睡了。哎，你回家去，不需要你侍奉，老实待在郡学成什么样子？不是老大，你徒弟的消息，我就不行。我不回去，那个家待都不行。愚兄家中出何事？直言不必操心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有人云：视父母己见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郡学之事，你虽劝谏你父不成，但不可生怨怼之心。之前同意你暂住郡学，是让你秉承小仗则受，大仗则走之意。如今你父心中之怒应已消，你当回去尽仁子之道。且你定品在即，若被此事轻易所贬，则为师之过也。轻易？可是乡绅士族对一个人的风评，即便是官员，犯了轻易也会受到处罚，严重者甚至终身不能做官啊！看来郡学和郡王府之间的矛盾不小啊。若你不愿，以后就不要再找我老师了。哎，老师，息怒息怒。弟子遵命便是。王兄，之后再来寻你。愚兄慢走。刘昭对我有恩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先生，愚兄是因为郡学与郡王学府之间的矛盾才与家中争论的，这件事可有我力所能及之处。直言不必介怀此事，现在最重要的是铸成此书，造福天下学子。好，来。你回来了。回来，回房间读书去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10月后，你去国子监。我不去。胡闹！你在郡学3年，卒业后本就要入国子监。我知道，但如若郡学被废，我便要留在南郡，帮助老师重新恢复郡学。学不复，终身不离。你去国子监，走的是世家门荫，而并非郡学取见。我既在郡学卒业，就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郡学被废。你可知郡学之事，事关南郡郡王和太子殿下之争。郡王学府祭酒柳带，出身河东柳氏，连你老师都无能为力，你能做什么？我还年轻，争取20年后成为大儒，努力重新恢复郡学。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哼，你们儒家不是说君臣父子，怎么连父亲的话都不听了？孝经曰：“夫有争子，则身不陷，于不义。”你说你是正子，而我是不义之父。您是南郡士绅的领袖，于老师而言是朋友，于我而言是老师。今郡学有劫，朋友有难，儿子有疾，您就在一旁袖手旁观，不肯出一言一词，于公于私，确实称不上一个人字。唉，自古以来朋党难绝，现朋党之争者，早晚会遭祸端。看形势压迫，得学会从朋党着眼，否则雾里看花，终隔一层。儿子不明白，还请父亲明说。我于是扎根南郡，在朝廷眼里，早就是南郡郡王万户。若朝廷真的迁都南郡，文武大臣、豪门贵族有多少会来南郡？在你们学子眼中，此事只是郡学之争；可在门族眼中，这就是南郡门族和京都门族之争，稍有不慎，便会粉身碎骨。过早参与，只会四面树敌。与其主动下场，不如待价而沽。
明白了吗？儿子受教，若依父亲所言，既是门族之争，那刚来郡学的王阳兄出自琅琊王氏，才识渊博，是否就是来打前站的？你读书把脑子都读糊涂了，这都看不明白。来人，把公子带回房间，没我的话，谁都不能放他出来。不行，我要回郡学。哪来那么多琅琊王氏？今人不解古人意，不物为物，则纠纷愈甚，故训诂之物，其害甚于编简之物也。完了，没错，完稿了。这还没说训诂之物呢。此书讲的是上文，又不是讲训诂，再多些与体力不合。哎呀，行文至此，必当继续论训诂之物，哪有只说完上一半的？那您就再加上详容另序。你呀，师伯。是侄女。是侄女怎么来了？师伯，刚收到消息，太子殿下今日回南郡城，南郡郡王上书表示，让郡学与郡王学府汴京决定去路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学问须教千秋事，岂能以辩论而定？又不是清谈。我这就去找王爷。师伯，没用的，王爷主意已定，今日下午便会将公文张贴满城。况且儒学汴京早有依据，王爷把辩论地点是在白虎道场，以你先贤追思先帝，今古上文两派相争已久，郡王学府乃是王爷麾下学府，为造势广邀天下学子前来，众目睽睽之下舍辩群雄。师伯，你可有把握？先生，你不会要让我出马吧？师伯，姿势体大，此人绝不可用。那又为何？他轻浮无数，还不是因为你先前替月旁写的那首诗，上来就说女子纤腰如何，出言轻佻。如今这首诗已然传遍了整个南郡，引得那些登徒子争相吟诵，还言之凿凿地说那诗的第二句楚腰纤细掌中轻是对着我家娘子写的，给我们家娘子起了一个谢楚腰的外号。更有甚者，还穿凿附会地说此诗是我家娘子与作者的缠绵爱怜，亲手抚摸过，才有如此深刻感知。该死，月旁的混蛋怎么把诗给我传出去了？谁说这首诗是我写的？谢四娘子，你血口喷人，得拿出证据，否则就是污蔑。就算不是你写的，你如此年轻，眼界学识，怎么可能与柳淡相比？是侄女，定是有误会。你看，此乃之言所著之书，你可以看一看，并无半点轻佻之词。这真是你写的？千真万确，以之言之学识，足以开宗立派。我甚至有时候想，当今之事，玄佛当道，儒学不振，难道要天丧我斯文？自从我见了之言之后，突然觉得儒学复兴有望，而且将来或可成为一代大儒，永传流世啊！先生，您这是在开玩笑吧？并不是，只要此书流传，你的名字必将被世人所知道，而数十年后柳淡逝世，100余年后，他的名字将被历史所泯灭。就算他能取胜，那他以何种身份出场？这娘们儿故意的吧？好端端的又提我干嘛？是啊，以何身份出场为妥呀？这眼光这像看穿了，难不成他是怀疑我的身份，故意这么说的？敢问王公子户籍何处？这娘们儿果然是有备而来，谢氏的大族对琅琊王氏的理解绝对比我想象的多。不行，得转移他的注意力。东海之滨，坐妥琅琊，前朝行霸之地，克时之所。千年乡子一朝沦丧，抬头见日，
不见狼牙。没想到王公子乡土情怀竟如此之重，现在天下侨姓子弟大多安居江左，不复北顾，可谓数典忘祖。琅琊王氏，我都已知晓在何处。我方才问的是户籍在何处。王公子可是在京都琅琊王氏各族之脉，我虽认得不全，但多少有些了解。请问公子是哪一脉？住在京都何处？乌衣巷、锦马巷，还是丹徒？谢娘子，你才貌双全，在下确实欣赏。可这婚姻大事，历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若真对我的家事感兴趣，也该托人相问，哪有像这样直言相询的？在下感谢谢娘子青睐，但暂时我还不想考虑婚配之事，抱歉了。登徒贼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是侄女，先生，你也说过这学问千秋事，还请您劝诫姑娘另寻人家吧。胡说，我对你根本就没有爱慕之情。哟，姑娘，你别难过，你不是不够好，这天下的好男儿啊多的是，你何必执意单恋？娘子，哎呀，直言呐，不是我说你，你怎能如此鲁莽？人家毕竟是谢氏大家的小姐，怎么可能自行上门以求嫁娶呢？难道真是我误会了？可他对我的事情那么感兴趣，我还以为……哎呀，你说这事闹的，先生，还请您帮我解释解释。我就一书呆子，别跟我一般见识啊！你呀，行吧，这件事情也不用过于担忧。我氏侄女也不是小气之人，应该不会放在心上。不过他说的也没错，户籍之事确实很重要。那你之前是否有加入当地郡学？如果没有，才可以挂在南郡郡学，出战刘旦。先生，我好像还没答应吧？直言呐，实不相瞒，朝廷呢迁都南郡，南郡的郡王啊担心自己的封地被占，所以打压了郡学上文一脉，扶持他麾下的郡王学府，给朝廷一个下马威。哎呀，其实我个人荣辱不足为道，只是如果让南郡郡王得逞，我上文之学一脉将在我这一代彻底断绝，学绝道丧，将是学者之大恶，也是学者之大罪也。哎呀，老朽为南郡学脉，请直言挂机郡学出战，若胜，则天不丧斯文；若败，则时命如此。老朽依然感恩戴德，绝无怨言。先生，我倒是想帮忙，可我黑户啊，欺负谢兴安糊弄你还行，若真的假冒琅琊王氏去招惹王爷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我知道此事甚是不易，更何况王爷更是倾向于郡王学府，而且更是取出50万钱酬劳胜者。多少？50万钱，谁胜谁拿走。他娘的，怎么如此有钱？老子现在一贫如洗，这不是要老子命吗？富贵险中求，说不定还能借郡学搞定户籍的问题，往后就不用担心了。拼了！先生，方才所言挂籍为何意啊？直言你这……先生对我有恩，我怎么能见您陷入危难而不出援呢？且今古之学各有所长，岂能偏袒一方？我一直埋头苦读，不谙世事，所以不懂这挂籍为何事。直言是答应了，义不容辞。哎呀，好，所谓的挂籍啊，就是把你原来的户籍做个转介，先挂到南郡，再加入郡学。要是没有户籍呢？没有户籍，之前不是家在义兴吗？难道是没上户籍？先生，此事不足为人道，还请恕罪。哎呦，不是，是我唐突一问。
涉及琅琊王氏内部恩怨，直言有可能是私生子。哎呀，豪门难入啊！先生，只要你能搞定户籍之事，在下必全力以赴，不负您所托。哎呀，智言呐，若是寻常人家，非常的简单。可是智言你贵为氏族，让我想想。那就麻烦先生了，那我先行告退。智言，户籍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7日之后便是论学日，南郡郡王邀得天下贤才助阵，智言切不可托大小觑呀。放心。好。公子，能不能买包栗子？以前阿爹给我带过几盒肠胃，可好吃了。傻妮子，今天敞开了买。谢谢公子。老板，怎么卖的？殿下，属下接到消息，明日御史召集南郡名门府邸举办清谈会。殿下若今日准备周全，明日说不定能拉拢。士绅名门，岂是你想的这般简单？王叔在南郡经营多年，与本地名门之间关系盘根错节。朝廷想要迁都，想过王叔那关，就得从百姓那入手。正好瞧瞧，看看这南郡百姓过的究竟是何种日子。看我！阿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多谢出手相救，感激不尽。无妨，无妨。你们摊上大事了！不长眼的东西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竟敢拦我的马！你倒是会说话，只是说的不是人话。大胆！我乃是南郡郡王麾下的副将，这匹辽西的大黑驹市价3万钱。你们拦了我的马，今天不赔个2万钱，谁也走不了。2万钱，这不过是匹杂交马，最多市值1万钱，诓谁呢？你居然懂马！哼！我朝律法规定，重中禁走马，凡走马伤人者，不得以过失论。方才若不是这位女侠出手相救，你已经摊上人命官司，现在还想倒打一耙？你个破落户的，竟然跟我谈律法！今日便得送你去衙门，再好好收拾你。哦，依你的意思，我朝律法管不了你了？有意思，简单一句话，却隐藏着灭九族的刀子。你无中生有！这么说，你是承认你刚才触犯法律，重中走马，差点伤人性命了？公子说的对，大男人敢做不敢认。本将军是有紧急军情要呈送给王爷，不受常法所束，反倒是你们耽误军情。军中报信，以紧急情况论，当查红白蓝黑4起。倘若你真有密信，你就不能告诉我们。且不论你没有插旗，若真有什么紧急情况，你在此耽搁良久，你要么是渎职，要么就是谎报军情。渎职者杖100，谎报军情者当斩。身手高强，熟知军中事务，且看着还有几分眼熟。这女子究竟是谁？你竟知晓军中之事，你究竟何人？我问你话呢，姓甚名谁？家住何处？为何戴着面纱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前几日南郡城外的兵营中抓到了5朝谍探，你们截断军马，耽误了军情，莫不是潜藏在5朝的谍探？乖乖，怎么又把这事给扯出来了？不行，得赶紧处理了。你快去通知衙门，让知府大人前来拿人。姚然是吧？阿武，你回趟郡学，让祭酒刘昭过来找我。是，公子。站住！怎生停下了？于是明日清谈会召集了南郡所有名门，
娘子还得赶回府准备，切莫耽误了时辰。小宁姐，息怒，前方有人闹事，百姓堵住了道路，怕是得等等再过去了。是他。娘子，那登徒子好像是惹上麻烦了，咱们要不趁机收拾他一下？不行，世伯把君王学府辩论的机会都放在他身上了。你去看看，能帮就帮一把。想要收拾他，往后有的是机会。是。站住！你究竟是何人，竟能随意驱使刘大人？你还不……刘大人最新学问，这些繁琐小事就不要麻烦他了。她不是谢心寒的丫鬟吗？怎么在这儿？难不成谢心寒也在？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将军，我家娘子的马车就停在那边，特地吩咐我请您过去。谢家四娘子现在在何处？快带我去。在我没回来之前，你们谁都不许走。刘昭不光是郡学祭酒，更是南郡刘氏未来的族长。谢心寒向来待人冷淡，竟也愿意出手相助。这家伙究竟是谁？敢问姑娘芳名？多谢救命之恩。小子，今日有谢家四娘子帮你，本将军不跟你计较，往后你别再有事落在本将军手中。谢家四娘子救我，这倒是欠了她一个人情，至少得去道个谢。1、2、3，谢小姐摇到了，摇了那个东徒子一脸灰呢。让他口无遮拦，活该。不如咱们掉头，再扬他一次。娘子，这不太好吧？也是，反正呀，来日方长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走，去见一见谢心寒，问问此人身份。何人竟敢私闯谢宅？心寒，青山，真的是你。放心，外面没人。今日在街上看到你的马车，我就想着来见一见你。我马上就走，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咱们情同姐妹，怎会怕你连累？4年前陈伯伯之事，我们谢家上奏天书，实在是无力回天。没事，这些年我走访父亲的亲信部下，我发现所有的证据都直指南郡郡王。什么？这下麻烦了。如今北方战事吃紧，丢了燕云6郡后，陛下欲迁都南郡。如今朝廷和南郡郡王的关系极为敏感，若你想查陈伯伯当年之事，恐怕会牵连很多人。除非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，打破今日的局面才行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今后你就住在这儿吧。谢谢。数年未见，怎的身份了？小宁姐，小姐在书房吗？太子殿下驾临。你先藏到书柜后面去。不知殿下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无妨。不知谢家娘子今日在街上出手相救之人是何身份？今日在街上出手相救之人
是何身份？殿下提那个登徒子做什么？登徒子？从何说起？没什么，不知殿下打听他做甚？孤恰好撞见今日街上之事，见其思绪敏捷，谈吐不凡，想必身份非同寻常。孤想要对付王叔，就得彻底摧毁他在南郡的根基。百姓倒好办，是以小恩小惠即可。但那些士绅名门、见风使舵者，想要拉拢他们，就得有人从中牵线才行。殿下想要以点破面？难不成你以为孤是来找你私会？那人名叫王阳，听说出自琅琊王氏，如今是南郡郡学之人。刘昭对其盼有众望，盼其能够赢过南郡郡王，祭酒柳淡。琅琊王氏，殿下是想将其收为己用？金尚文一脉本就是殿下麾下，这么说来，他也算是殿下的人。话已至此，孤也不藏着掖着。孤近来勘察江南之地，发现效忠王叔的士族不在少数，欲要破面，就得找个学富五车又不是属于本地士族之人，将其扶为名门。殿下，扶持名门所需的资源无妨。明日你只将此人带来，孤先考教他一番再说，希望此人能堪大用。好。琅琊王氏。时候不早了，阿武本儿受了惊吓，不知道恢复过来没有。别动。你可还知道我是谁啊？当然，白日里你在街上救下阿武，我正要报答，可一转眼你就不见了。不想死就别动。我当然不想死，只是能不能把匕首拿过去一点？万一受伤就……公子，先生让我给你送点吃的。快！上床，快！你，哎呀，快！哎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没看到本公子正在更衣吗？滚出去！公子息怒，小人们这就离开。我说姑娘，来郡学有何贵干？干你！姑娘不会在开玩笑吧？听说你出身琅琊王氏，姑娘为何这么问？我问你就答，否则……这在下琅琊王氏王阳，字之言。你不是说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吗？现在轮到你报答我的救命之恩了。合着你是来找我帮忙的啊？哼，你这也不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啊！那现在是了吗？那现在是了吗？姑娘有何吩咐？小的赴汤蹈火。我要你带我去见南郡郡王。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你不是琅琊王氏吗？我只是破了旁支，说不上话。你找我帮忙，总得让我知道前因后果吧？贸然去问，那南郡王不杀死我才怪呢。反正都要死，你不如现在杀了我算了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……别！这姑娘真实诚人啊！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商量，但你得告诉我前因后果吧。还是热的，真暖啊！你看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就是好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将军冠军章。我父亲乃是前上将军陈荣。你是陈青山？你认识我？你与谢清寒并称文武双绝，谁认不是？果然我姐妹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登徒子。这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那你既然认识我，你可知道我父亲的故事？还真不知道。你连上将弃尸案都不知道？你不是住在京都吗？又来了。古人治学3年不窥园，我也是这般，专心做学问，
还望陈姑娘多担待。果然是个不通世事的书呆子。4年前，姜唐反贼窃国，朝廷率我父与南郡郡王率兵前往，城破时，3军大肆抢掠，抢夺金银不分世数。文武百官竟上奏朝廷，说他是为了敛财不顾惜百姓性命，陛下震怒，判我父曝尸街头。你也觉得我父亲是咎由自取，罪有应得，可他是冤枉的。我陈家虽比不上京中贵族，可也从不缺钱财。且我父向来行事低调，治军严明，他怎么会纵兵敛财？有何证据？没有证据。可我相信他是清白的，且此案有2大疑点。其一，我父亲在斩首前，在狱中就已经去世了，狱中对外宣称他是畏罪自杀。自杀了还能斩首？民怨沸腾，不得不为之。那第二个呢？按我朝律令，我本该充作官奴，可朝廷竟许我赎金抵罪。倘若陛下当真盛怒，他们怎敢？可这没证据，说破天了也是扯淡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我父旧部，他们无一不死贬逃散。为南郡郡王因揭发我父敛财，没有受牵连。这3年来，他招兵买马，成为了市里最大的藩王，凭什么？你愿意帮我吗？你没说实话。什么意思？此案牵扯重大，而你父亲更官拜上将军。南郡郡王虽是皇族，但也不能因为他一面之词就给你父亲定罪。这些年，你拜访了你父亲的旧部，可却始终没有得到结果。这说明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觉得你很聪明吗？事实如此。还好没有答应你直接去王府，按你这脾气，不得当场拔刀啊！那可是王爷啊！他们都说调令是我父亲下的，可我不信。根据你所说，不难分析出南郡郡王就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人。但他是皇族，可以联合朝中百官和他一起，这里面的水极深，所以不能贸然行事。如果你死了，还有谁能为你父亲洗脱冤屈？那怎么办？最大的困难是在南郡郡王的身份，如果他不再是王爷，那就好办了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也不是没可能。如今朝堂与南郡郡王的关系十分紧张，而且我也有办法搜集到南郡郡王的罪证，只不过需要点时间罢了。多久？1个月，但运气好的话10天。好，我暂且相信你。你要是胆敢骗我，后果自负。从今天起，我将会一直跟着你。不行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情况，造孽呀，也不是没得商量。你身手这么好，可以做我的护卫。我没做过护卫。哎，就保护我的安全，服从我的命令。好啊，你要是胆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小心你的狗命。不可。之言啊，睡了吗？没呢。这是青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做他的护卫。护卫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之言，这说来话长。先生，不知大晚上找我所为何事？你明日有空吗？著书。那便是有空。明日我来接你，要见个人。何人？太子。太子啊！抱歉，之言，我知道你一心最新学问，不愿牵扯东宫。我上文一脉本属太子麾下，殿下可能知道你要代表郡学迎战柳旦，想提前过来考教一下你的能力。对不住啊。先生这是哪里的话？我既然答应要帮郡学，太子考教也是人之常情，我去便是。你千万要好生表现，这不仅能决定你能不能代替郡学，而且这对你而言更是一场富贵，莫要错过。富贵？明日过了考教，我便来接你。
听说你已绝食好几日了。父亲不肯出手相助，我只好以此明志。够了，命都不要了，还要这些虚礼做什么？礼不可废，礼不在貌，而在心。你们儒家说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你这算什么？挟持吗？不敢。拿走，我不吃。又不是让你吃的。先坐下，边吃边聊。差点忘了，你不吃东西。你坐下，看着我吃。这郡学多半是要裁撤，还不甘心吗？事定不定由天，心尽不尽在我。况且有王谢两家相助，是未必不可为。谢家倒是出了个才女，不过你说那个叫王什么来着？王阳，他学问精深，就连先生也望其项背。哼，这个人以后不能再见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我不吃。汴京在即，你若没半点精气神，怎么去参与？我才疏学浅，自认不敌刘旦，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王兄。吹货！我已上书吏部，今上文并不足废，东郡血脉不振，祥序衰废。刘昭可出任，到时候郡学学子愿意跟着去的，都可挂旗东阳。那岂不是还要离开南郡？若是学问可以传承，在哪里又有何不同？若留在南郡被废黜，将来光大都没有机会。这个提议只在我喝完这杯茶之前有效，吃不吃在你。多谢父亲。终于把户口给我解决了，嘿嘿，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你怎么总穿这一身？住在我老家那边是流行款。什么流行款？我看你是没钱吧？姑娘，你可真会说。怎么可能？你的玉佩呢？我不喜欢用。你也不熏香。大丈夫不用熏香。车驾呢？我喜欢走路。你也不用随从。行，别问了，我没钱。真的？那我借你点啊！别误会，我是看你没钱，加上你这世家公子又混的实在是有点惨。这样吧，1个月3分利。你怎么不去抢啊？人家杜三爷每月都只有1分利啊！杜三爷？谁啊？老朋友。那2分利。哼，算了。快些，莫要耽搁时辰。让太子殿下久等。你怎么总穿这一身？而且，你这一身玉绫白衣，怎么有点假？你看错了。你现在好歹也是有美人护卫在身的公子，就没钱换件衣服？乡土情怀，这种细纺的胳布，在我们老家最流行了。你不会没钱吧？怎么可能？一连玉都没有。我，要不我借你点儿。月5分利。你怎么不要10分？10分的话，我就多借你点儿。杜三爷做生意还是太实诚了。殿下，王公子到了。见过殿下。为何此女看着颇为眼熟？哦，有钱就是任性，这么短的时间又装造一番。唉，穷是原罪啊。殿下，坐。听闻王公子出自琅琊王氏，不知是哪一支？说来惭愧，先祖名闻天下，而我家阵脉家道早落，不提也罢。殿下蝉蜕萧哀之中，卓安陈慧之外，盛名遍布天下。今日能得见其容颜，乃幸莫大焉。一贯之家，起落之事常有，想必王公子已经知晓，孤找你来所为何事？请殿下出题。如今儒学式微，玄佛盛行，世间至难者，莫过有情或无情。王公子可知道家所言无情？庄老，莫非是庄子？庄老不是无情，而是有情。道经云：六亲不和有孝慈。
国家混乱有忠臣。太上忘情，最下者不及情，不及情之人，谈何有情还是无情？故庄老书叹可不哀邪？不亦悲乎？悲夫岂不亦悲哉？若是无情之人，岂会说这些？庄子年老时妻子去世，庄老骨盆而歌，不是无情是什么？此乃无可奈何。坐旷达语以自解，骨盆而歌，不过长歌当哭之意。庄老云：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无情之人，何来相忘之说？为深情耳。看似无情，恰似多情。殿下所言甚是。所谓大音希声，大雪无痕，至乐无乐，至情无情。庄老以天下为沉着，不可与庄语，故设奇言怪谈，戏博圣贤，而后人只知屈老哀怨一时在国，而不知庄老哀怨万事在天下。好，妙。禅宗大师说过，普度众生，前世今生，今生来世，因果循环。又说世间万物刹那芳华，过后不复在矣。可即是新生，又哪来的因果循环？禅宗无我精要，殿下，此题是否过于苛刻？想要代表郡学，就得有真本事。谢家娘子敢肯定，到时柳淡不会出此题。既然无我，那谁又在轮回？既为新生，谁又需要解脱？禅宗无我与有我，虽为立根之本，然从古至今，以至往后千年，又谁能说得清二者根底？无我讲究不追求前世与今生，放下一切；而有我则功名利禄、因果轮回业报，这本就是两套东西。奴婢唐突，还请殿下和娘子恕罪。没想到王公子竟精通玄佛之道，略懂不算懂。行，那咱们可以谈谈正事了。你先前说家道早落，既无祖荫，可有自行立门之想吗？殿下说笑了，在下身无寸功，既无人脉，又无钱财，寄身于郡学，才得以保富，谈何自行立门？若孤送你一场富贵呢？殿下认真的？满朝文武皆知，孤从不说笑。孤早已听闻郡学与郡王学府辩论，不日前便派人前往京都，请太傅。太傅？太傅杜我渊，出身寒门，自幼天赋过人，短短20年，融百家经学于一身。30年前在京都开坛，广邀天下文人前来辩经，短短7日辩经1000场，未尝一败，夺得天下如临魁首之称。我以书信告知太傅，王叔与朝廷之间利害，太傅答应前来助阵。若你能胜出，便有拜太傅为师的资格。往后与孤便以师兄弟相称，到时你还愁没人脉没背景吗？一步登天。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不知殿下有什么要求？简单。王叔出身皇族，同族不可相残。孤要你在南郡自立门户，有孤与太傅做你的后台，南郡士族对你必定争相追捧。到时你可收为自幼，待掌握其罪证，十足把握，一举将其拿下。待到我朝兵精粮足，铁骑北上，孤带你群雄逐鹿，饮马瀚海，收千里江山，封万户诸侯。多谢殿下厚爱，在下定当全力以赴。如此甚好。不过你要谨记一点，无论日后你获得多大权势，都是孤给你的，与父皇、朝廷无关。殿下放心，从龙之功，何人不想？是个聪明人。你且好好准备，等到辩经之日，孤亲自为你助阵。此物收好，此乃父皇所赠，孤的印信，如孤亲临。若你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尽管来驿站找孤。多谢殿下。孤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何时对南郡郡王动手？不急，等辩经之后再说。我答应你的事，如今也算是有了4成把握。我答应给你做护卫的事情，我已经做到了。希望你答应我的事，也要尽心。不知谢娘子可否愿意找些人帮我抄本书？要抄什么书？抄多少份？不多，300份。我待会儿找人给你送到府上。
不过切记，在汴京之前，一定不能将经书外传。简单。娘子，门外有俊学之人，说是要找王公子，说是李七找他。李七，我们走吧。公子，你不是回营了吗？出什么事了？公子，小人今日收到调令，要调小人去天门郡戍守。有何问题？公子有所不知，天门郡是我朝东海边疆，距此1700多里，而且战乱频发。我这一去，阿武就没法照顾阿武了，更别说每个月给他些钱粮了。这调令有问题。哎，我才认出来，您是那日街上救我的姑娘，多谢救命之恩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你说调令有问题，这里面有什么问题？按我朝规定，戍边之卒大多都是从本地征调，哪怕是远派，至多也就是300-500里。我且问你，此次前往天门郡，可还有他人？说来也奇怪，就我一人。刚开始我以为是公子的安排，但我一细琢磨，公子知道阿武的事情，肯定不能将我外调，即使有提拔，也会提前说明。我就向队主请了天假，来向公子求救。不对，凡3军调拨1000里以上，需整营调派。敢问姑娘是何人？竟对军中之事如此了解？他的身份不是你能知道的。是谁给你派发的调令？队主，走，带我去找他。这是你该坐的地方吗？起来！大胆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军营，还敢出手伤人！李七，我看天门郡你也不用去了。说完了吧？那该我了。此乃太子殿下亲自印信，如殿下亲临，尔等还不下跪？你说是太子的信物就是了，还冒充琅琊王氏，没想到连王太他们都进不去。哼！你若不信，太子殿下此刻正在南郡中，你可以去找，我就在此处等你。哎呀，怕就怕，到时候你担不起这灭至太子印信这一手罪。公子，可否借印信一关？啊？见过王公子。哎，有没有搞错呀？不会错的。当年殿下被立为储君，陛下赐下这苍明玉，彼时我正在京都参考，听同行之人善议过，其色翠绿欲滴，触之凉如成冰，观之光阳不散，巧将刻龙纹玉其上。可听清楚了？见殿下印信不贵，蔑视皇权，该当何罪？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王公子恕罪。把李琦的调令拿来。王公子，末将好歹是个队主，即便你是太子殿下的人，也不该随意对末将如此无礼。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，真当我什么都不懂。军中有规定，凡3军调拨1000里以外，就要整营调遣。为何此次只有李七一人？看着我的眼睛，回答我。我让你们说话。王公子，可否进一步说话？有什么事就在这说。公子，您身份高贵，何必为了李七这么一个下等兵户？即便他在你落难之时伺候过你，但据我所知，你已经替他还了欠杜三爷的银钱，何必还要在意这么个下人？继续说。此番调令的确有问题，可乃是南郡王亲自下的旨意，我等
也不过是奉命行事。即便您是太子殿下的印信，可南郡是王爷的封地，您又何必为了一个李七得罪王爷？你是在拿王爷压我？属下不敢，属下只是好言相劝。王爷身份高贵，为何会如此重视李七这等兵户？这件事疑点太多，总感觉落了什么最关键的地方。公子，小人是兵部，本就不应该选择庶直之地。小人与公子相识，已是此生大幸。只是天门郡山高路远，战事凶险，小人保不齐随时会战死。斗胆请求公子，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往后多照顾阿武一二。阿武，他脸上的灰和头发……公子有所不知，南郡这些年常有妇孺失踪之事。我常年在兵部，阿武这样能遮掩一二。大胆问一句，你和李七是什么关系？跟你何干啊？公子，你身份高贵，怎么和这种贱民非亲非故？你替他还钱？不对吧？你一个放债的，有人连本带息把钱还给你，对于你来说是好事，为何还要在乎这钱到底是谁出？莫非你想要的不只是钱？王兄有所不知，这南郡杜氏虽然比不上我于氏，但杜三爷的事情我还是听说过。此人的女儿原本是南郡郡王府的舞女，因有几分姿色，能歌善舞，被南郡郡王收作小妾。南郡底店虽然做些上不得台面的放贷生意，但却有传闻背后的东家是南郡王。难道？公子，小人知道你已经帮得够多了，可阿武是小人活着的执念。我公子呢？这封调令是谁带回来的？杜三爷。对。果然，你们两个听着，没有我的准许，谁都不能调李七走。恐惧命难违啊！哼，此番事背后的干系，你们尚不知晓。就算是南郡王能不能活着，都很难说。李七我带走了，如果谁要找，就让他去找太子殿下。秦山，你去找谢清寒，让他带太子回去找我。此事若成，我们之间的约定必有10成把握。李七，你去于府，让于林回训学。小人遵命。本公子知道你们二人不过是奉命行事，不清楚其中厉害，所以这次就算了。若还有下次，担心你们性命难保。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？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呢。咱们在王太家门口做的决定，终究是错了。哎呀，只言你啊，见过殿下。之言，你在找姑，所为何事？殿下，我已经找到了扳倒南郡王的方法。王阳，殿下面前不可胡言，请殿下听我细细道来。首先，把他们的人找出来。公子，那你的意思是打阿武主意的不是杜三爷，是王爷？可我从未与王爷见过面。并非是看上阿武，我怀疑南郡王在做着贩卖人口的生意。你可知此事之影响？按照律法，贩卖人口无论出身，其罪当诛九族。南郡郡王出身皇室，罪不至死，但陛下和殿下会落得一个监管不严、愧对天下的名声。南郡郡王必定会被剥夺一切身份权利，人头落地。换而言之，如果说是污蔑了皇室，那琅琊王氏将会因为吃盐顷刻覆灭。目前我也只是猜测，既然杜三爷如此质疑阿武，那我便请君入瓮，给他们一个抓住阿武的机会。我们暗中派人观察，
他们既然是惯犯，关押之处必定不止一人。等抓到他们之后，顺藤摸瓜，人口贩卖必定会牵扯出大量赃银。到时人证物证俱在，看看南郡王还有何话好说。你有几成把握？接近10成。此事由你去办，姑不会插手。殿下，若没有你，凭借王兄现在的身份，孰可能与南郡郡王抗衡？不是不行，而是不能。在你们眼中，姑是出身皇族，是太子，是储君，但是在父皇眼中，姑是他威胁最大的人，而南郡郡王是他的手足兄弟。若是对王叔动手，不论成功与否，在百官眼中，姑是目无尊长；在父皇眼中，姑是收获民心，意图不轨，变相逼问。这就是古时历朝历代太子的悲哀吧？唉，表面无限风光，一人之下，可实际上一言一行都有无数人盯着，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这就是为何姑先前让你在南郡自立门户，牵制王叔，而不是直接动手。就算是此事成功，姑能做到，也只是将王叔押往京都，由父皇和百官审判。在下明白了，此番是我自立门户，让天下人听闻我王阳之名的绝好机会。若此事不成，退而求其次，按姑先前定的规划路线，谨记于心。臣已有对策。你们也可以现在走，就当未曾听过今日事，也可以去告诉南郡王，换取荣华富贵。公子，若不是因为我和阿爹，您根本不会卷入此事。阿武，这是我自愿做的。说吧，你有什么计划？你不怕？你这当徒子我都不怕，我还怕什么？此事若能成功，我谢氏定能名声大振。况且，我相信你。先前因为俊学之事，我跟父亲闹得要死要活，好不容易求来一个让老先生带着全体学生前往传教的机会。我一直认为东郡始终不是南郡，若王兄能成功，俊学定可保存。假如最后失败了，至少我们努力过，也可以在史书上写下一个年少轻狂。哎，这也怪我，当初要不是我执意要留下之言，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，老夫责无旁贷呀。全凭公子做主。好，阿武，你愿意冒险吗？我愿意。想必杜三爷已然知道我去过军营的事，外面都是他的人。那我们就要演场戏，把阿武、李希暂时赶出郡学，引杜三爷过来抓人。等他们抓人之后，李希再来谢宅找我。青山，就由你负责追踪和保护阿武的安全了。解开。先生，子健，还请你们调查这些年南郡消失的妇孺的踪影。好。此外，谢家娘子请月旁到谢宅喝茶，可好？我明白了。公子，最后再帮帮我们吧。哎呀，贱民，还不赶紧滚！王公子帮你们已经够多了，滚吧！莫要因为你们牵连到了郡学。王阳，亏你还是读书人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当初要不是我在军营救了你，说你的好话，你还有今天吗？没想到你这么无情！你难道不知道仗义都是土狗辈，负心皆是读书人？欠你的早就还了，如今你我两不相欠。走吧。这个绝情之辈！
三爷，大喜事啊！王公子把李七父女俩给赶出来了。什么？真的，小的亲眼所见，就立马回来向您禀报。如今他们父女俩已经回家了。哼，太好了！那小子去了军营一趟，我还以为要管到底，没想到是虎头蛇尾啊！我们现在去抢人去，走！请。王兄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王兄，莫非是那日的事情败露了？兄弟，我可没出卖你啊！这话说的。那日写诗的果然是你。这件事咱们之后再聊。王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想你了嘛。就让谢娘子叫你来喝茶。公子，出大事了！阿武被杜三爷的人抓走了。怎么回事？公子，之前我借过杜三爷的钱，后来是您帮我还的钱。今天我和阿武回家的路上，杜三爷他们从半路冲出来，把小人打伤，把阿武抢走了。你们说的可是底店的杜三爷？你认识啊？此人虽然是庶姓出身，可是在南郡也是有些势力。不过他一个放债的，绑人做什么？听闻啊，他的背后是南郡郡王，报官也不一定管用。那怎么办？公子，求求公子救救阿武，求公子救救阿武！哎呀，岳兄啊！我有一事相求。你我是兄弟，尽管说。谢娘子身份不便，我想让你请你父亲带兵搜查杜府。一般人倒是没什么问题，可是这南郡郡王，我爹他未必敢出手啊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现在去找杜三爷，以你我的势力，想必那姓杜的不敢不放人。没用，他们既然敢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抢人，一定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只可惜啊，阿武再也没有了福分入我琅琊王氏族谱了。王叔何意？那丫头不是冰汉的女儿吗？你有所不知，李琦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所以我早就视阿武为亲妹。本来我想趁俊学与王管学汴京之后，就带回去入族谱的，可谁曾想，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去叫我爹抄了那窝贼窝。多谢公子！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多谢公子。现在咱们该算算楚妖纤细掌中轻的事情了。李琦，我们走，救人要紧的。救人要紧的。早晚要收拾你。想不到吧？你这小妮子还是落到了我手里啊！别急呀，等处理掉你，马上再处理你爹。整个南郡没人会关心破落户的一家。三爷，那个姓王的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再把人带下去。王公子今日到访，有何见教？杜三爷胆子不小啊，也是，若是无胆，也不敢帮南郡郡王行这种事情。王公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都到这个份上了，还能这么镇定？本公子啊，实在佩服。
王公子，有话不妨直说呀。你确定？有些话讲出来，恐怕是对你不好，对王爷更不好。你们想做什么？杜三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你长着几个脑袋呀？竟敢绑架琅琊王氏！公子，不好，中计了！一共20几个人，都被我打晕了。杜三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们敢动我？你以为你是琅琊王氏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里可是南郡，等王爷知道了，绝对不会轻饶了你们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此事与王爷有关？原来你什么也不知道。正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女儿就是王爷的姬妾，那地界的东家正是王爷。那如此，也没有办法直接说明跟王爷有关啊。库房里的银子83万两，暗阁里还藏着270多万呢。你说这银子是王爷的，有何凭证？暗阁有账本为证。不对，你们不过做的是放贷的生意，整个南郡城中又有多少人能从你手中借钱？就算你们做着贩卖人口的事，也不可能赚那么多银子。这些银子是从何而来？说不出来了，便是胡言。大人，此人以前招供贩卖人口的罪行，如今还想污蔑王爷，该当何罪啊？车裂，必须是车裂！别！我说还不行吗？这些钱是王爷3年前从江塘带回来的。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。哎呀，千真万确呀！若非如此，王爷也没那么多钱让我放债呀。我们借着放债的高利，比那些借债的人以妇孺相抵。就算是告到了官府，王爷不出面，我们也没事啊。该说的、不该说的，我可都说了呀。能不能放了我呀？想什么呢？大人，此事重大，务必带他们回官府，字字审清。放心，来人，上！姓王的，你小子阴我是不是？我弄死你！姓王的，你给我等着！短短数年，就有6000多名妇孺失踪，他们的良心让狗吃了吗？上将弃尸案真相已经公之于众，还请殿下禀明陛下，还我父一个清白。弃尸案，殿下，她便是远上将军陈荣之女，陈青山。难怪姑会觉得你眼熟。放心，陈将军战功赫赫，姑虽不能直接出面，但我会安排合适的人去办。谢殿下。你为朝廷立下了大功，姑会下旨，让南郡郡学续存，并帮李琦脱了兵籍。谢殿下，多谢殿下。太傅明儿就到，你安心等几日，姑会履行诺言，送你一场泼天的富贵。这本书还得麻烦你找人帮我抄了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去安排此事。公子，谢谢您。你我之间不必说这些。你呢？之后作何打算？为父沉冤昭雪，是我一生之所愿。如今虽然已经成了，一时间我竟不知何去何从。要不你继续当我们的护卫？开玩笑的，不愿意算了。好，我说好。你答应了？呆子！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真是青年才俊，真是不错呀。
父亲，您看见了吗？这些人啊，全都是来祝贺王兄的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总算是做对了一件事，让咱们岳家攀上高枝了。今天来的全都是各大氏族的代表，还有天下的著名学子。我看呀，不都是来祝贺的。哦，叔父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两个要好好的看着，这好戏还在后边呢。姑说过了，要送他一场泼天的富贵，岂能食言？只要王阳通过了太傅的考验，那么待会儿从门里出来的，可不单单只是琅琊王氏，而是天下如林的继承者了。今日之后，天下何人不识王阳之名？好，怎么样？哎，听说你要一直给王阳当护卫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的事情，老夫也听说了。如此年纪，却能做出这等事情，天下难出其右。的确有做老夫的弟子的潜力。侥幸而已。谦虚是件好事，过分谦虚就不对了。实力在身，何不年少轻狂？难道等老了空感叹吗？这老货有点不按套路出牌啊！我听太子说你精通玄佛儒3家经学，你可知何为藏，何为教？藏为根基，藏的是渊博学识；教为延续，传的是辩章学术。何为土，何为师？这几个问题连在一起，我操！哼，土为学，虽有知识，却无梳理之法；师为教，整理知识，传道授业，解惑也。看来是藏教相急，实则师徒相授。他对我有意思。那你可知何为律法？束缚天下，约管百姓。啥？老夫知道你学识渊博，你可知陛下为何还要老夫收你为徒？请先生指点。所谓律法，就是陛下为天下百姓定的规矩。你能扳倒南郡郡王，并非他触犯了律法，而是他坏了陛下的规矩。他是藩王，就算他鱼肉百姓，只要他不触犯陛下的规矩，陛下就不会要他性命。他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把钱财看成是自己的。先生所言极是，皇权天授，天下都是陛下的，钱财更是如此。如此可教，我能教你，便是教化天下的规矩。有朝一日，不管你是跻身朝堂，还是富甲一方，都不会丢了性命。否则就会像南郡郡王那样，你还没见到他的面，就把他给扳倒了。受教。还收拾不了你了。走吧，今天是你风光的日子，老夫将来再慢慢教你。先生请。出来了，公子出来了。王公子，看来是成功了。感谢大家前来。老夫这些年见过不少天骄，但老夫总感觉他们还差些火候，因此老夫一直等到天命之年，好在苍天眷顾，把王阳送到老夫膝下。竟然当众收徒了，有何区别？王阳拜师是王阳有拜师的资格，而太傅收徒是王阳本身优秀，此事足以轰动天下如林。能得先生青睐，乃知言之荣幸。阿武，快给你家公子送茶。好。天地君亲师，今日此礼与先生结下师徒情缘，漫漫人生路，自此相伴同行。老师，好啊！来人，为我师弟呈上贺礼。
殿下祝之言师弟恣意向阳，大展宏图，特赐鎏金玉如意一对。谢殿下。京都莱阳王氏祝太傅喜得爱徒，祝王公子仕路始平，送九宝琉璃塔2座。京都谢氏祝太傅王公子桃李承熙，薪火相传，送羊脂白鹤2只。南郡于氏祝德润门庭师表正，才辉环宇学徒贤，赠黄金连环锁1副。师弟，今日天下士族学子为你齐聚南郡，今日之后，你必定名动天下，可谓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啊！多谢老师。师兄，老夫的弟子岂能是籍籍无名？多谢诸位。我把你的书带来了。真的？快拿出来。老师，此书乃弟子所著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还望多多指点。好，不过现在不是说书的时候。为何？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是想借太傅之手把此书传扬出去？当然，有了此书，才有了自立门户的资本。原来你早就有此意了。当然。师弟啊，为兄呢还有一个礼物要送你。你既然要自立门户，就应当有座府邸。如今王叔罪责难逃，这宅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为兄就把它赠给你。真的？多谢师兄。鄙人是琅琊王氏侍从，问太傅王公子安，若有扫兴得罪之处，请诸位海涵。你且问吧。人生路漫漫，若无棋逢对手，岂不是寂寞与无聊？王阳公子与我家王荣公子都是琅琊王氏一族，本属同宗同源。我家公子特命我斗胆询问太傅，王公子是否假以时日，能够效仿太傅当年那般开坛辩经呢？竟然是来下战书的。要不然你以为单凭太子就能广邀天下士族来南郡为王阳贺祝？在真正的名门望族眼中，太子只不过是储君罢了，要比别人多一份窥视最高权力位置的机会。你意欲何为？谨遵老师之命即可。自然会。太傅此言竟然意在培养下一任文坛领袖。如临之手的位置可不是那么好交接的。太傅可否定下期限？直言天资卓越，有老夫教导，10年可成大儒，横行儒林。多谢太傅告知，10年之后，我们琅琊王氏自有人会找王公子辩论。且慢，王公子是胆怯了，还是觉得这10年太短？非也，之言认为10年太长。有老师之博学，悉心教导下，1年足矣。1年之后，我自会前往京都开台辩经，届时静候诸位莅临。不愧是老夫的弟子。1年之后，咱们京都见真章。诸位，我们明年再见。